下车透透气，吃个饭。去哪儿吃饭啊？哦，你谋得选。这东西巨难吃，一股消毒水的味道。对，帮大家踩坑了，这个粉条千万别吃。见识一下卧铺大巴的定点餐食。又一个老王服务区。嚯，直逼绿皮车盒饭价格啊！拿过来。是这个吗？先买票啊，小伙子。是不是？你觉得难吃是因为你还不够饿？哎，有点道理啊。你当我是二啊？华顺通1528推开后联系汉中地面。推开后联系汉中地面，华顺通1528。好，这里是汉中，吃完晚饭，胖师傅接棒，我们继续驶上京昆高速公路。今天白天，我们的青城沃巴从成都出发，经过广汉、德阳、绵阳、江油、广元，翻越大巴山，到了汉中平原。接下来，我们将继续翻越秦岭去长安，并于凌晨进入河南省，再由兰考去菏泽，绕过聊城到济南，最终一路向东，经过总共29个小时的星夜驰骋，到达青岛。雨一直在下，夜幕已经降临，心心念念的秦岭隧道马上就要出现了。秦岭隧道不是一个隧道，而是秦岭隧道群。首先穿越的是秦岭3号隧道，4.9公里。然后是秦岭2号隧道，6.1公里，连续隧道，并且伴随连续27公里的下坡，这很好理解，换个方向就是边爬山边钻洞。隧道内设施齐全，功能完善，标识明确。基建狂魔建设的不仅仅是超级工程，还力争把人性化体现到每一处细节。隧道里还不忘提醒你还剩多少路就能出洞。后出了2号隧道，居然还有一个叫秦岭的服务区，太贴心了。最后是秦岭1号隧道，同样也是6.1公里。这段 G5 京昆高速也是西汉高速公路西安到汉中，66公里的桥隧比让这个工程一半以上深埋秦岭之中。小车80，大车60的时速，17分钟就通过了秦岭隧道，穿过了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。过了秦岭隧道群，你以为没隧道了 ？No， 上下行线路这时贴在了一起，通过一个个1到3公里长的小隧道，像双黄蛋。还有数不清的小半径急弯，沿着涝峪河河谷下山。众所周知，长下坡时对于大型车，尤其是载重货车来说是很危险的。除了对刹车系统妥善进行冷却外，G5 京昆高速秦岭下坡段沿途设置了好几处避险坡道。当涝峪河流出峡谷，我们的 G5 京昆高速也正式驶入了关中平原。这是西安人地格。前面是西安市户务区，到底是户口的户还是这个户啊？进入雁塔区，通过中轴线，现在是晚上21点43分，夜色长安，灯火通明。毕竟是高速公路，速度贼快，7分钟后已经是灞桥区了。路过西安东站的工地，预计到2025年年底，西安东站将建成投用。胖师傅换下，这时已经是河南了。河南也在下雨，夜间行车限速模式都一样。胖瘦2位师傅都去睡觉了，呼噜超级响。然后是兰考。要不你再睡一会儿。20分钟哈，大家看看时间。早上7点已经进入山东省了，菏泽我又来了。菏泽服务区还是挺气派的，一进去就是早点摊啊，瞬间神清气爽。那个打包1份小笼包，这种烤肠吧，这种都那就这个是面粉的了。对，老板你真实诚啊！包子一口吞。下一个节目胸口碎大石。寿师傅正在检查车辆，因为这趟车跑个全程都要超过2000公里了，一程一检变成了半程一检。
现在是胖师傅接棒，他将驾驶青城沃巴从菏泽到潍坊，然后再换回寿师傅。离开菏泽，两边的农田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马上就要播种冬小麦了吧？你看，好几片田地已经忙活起来了。当前坐标菏泽市鄄城县 G0321德上高速，在这里跨越黄河。别急，到了济南还要跨回来，再往前，聊城青城沃巴在这里转到了 S1 济辽高速，并上跨普速京九铁路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下穿京沪铁路，这里济南。那个东营到寿张的车直接把我们上面一位乘接走了，无缝对接啊！这个换乘真的是666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，来看一下啊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10分啊，我们已经到了济南东服务区。这下不是黑店了，这下是正规的服务区啊。济南服务区这次是正儿八经的在服务区用餐了，说明上次吃的不正经，感觉比昨天的黑店还要贵，一般般。但这个番茄炒蛋要12块钱，这玩意儿也要12块钱，好像这边也是个黑店。京沪老线洛口黄河大桥即将降落遥墙机场的山航737。现在我们行驶的正是 G20 青银高速公路，淄博城北跨越淄博主干道京津大道，潍坊到了。彩灯施工队师傅都在这一站下车了，保重！希望有一天在我的城市也能看到你们的好手艺。寿师傅最后一棒，胖师傅坐在一边统计。这时，我们的青城沃巴下穿海青铁路、济青高铁、蓝烟铁路青荣城际，远远的就能看到，这个是崂山吗？反正山的那一边就是大海。ETC 里还有8353元，2个相减再加邮费，差不多就是成本了。不知道这么跑下来能不能回本，但乘客确实不少。下高速不久便是青岛汽车北站，因为一些原因，青城沃巴不能进站停靠了。好的。从四川盆地到黄海之滨的这一路，不仅仅有那些璀璨的大城市，还有沿线的小城小镇去往山东各地的需求，是他们撑起了最后的卧铺大巴。每一份需求都是为了生活。